这个男人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个露天的铁笼子里，周围还有一些印着八卦图案的建筑，对面的笼子也同样关着一个年轻小伙。他试图向对方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但那人却一句话也没搭理他。无奈之下，詹姆斯只能观察起这里的情况。他看到笼子里有一个印着刀叉标志的铁皮箱，下面还有个出口槽，在另一个角落里也有2个奇怪的装置，也不知道这一套装置是什么玩意儿。于是他好奇地用手去按那个红色按钮，连续按了2次后都发出了警告的声音。突然对面笼子里的小伙说话了，他劝詹姆斯别自讨苦吃，但詹姆斯偏不信邪，又对着红色的按钮按下了第3次，结果直接被一股强大的电流给弹飞了。不过这让詹姆斯更加好奇这装置的作用了，他打算再试试另一个踏板和拉杆。这时对面笼子里的小伙却好奇地问起了詹姆斯，想知道他们的营地距离这里有多远。但詹姆斯根本不记得自己昏迷了多久，哪里知道这地方离海滩营地有多远的距离。詹姆斯并没有注意到，这小伙已经掏出一根铁丝开始开锁了，就只是一转眼的功夫，詹姆斯转身就发现对面笼子里的人不见了，下一秒那人就出现在他面前。这家伙什么情况，怎么跑出来了？接着他又秒开了詹姆斯的笼子，又让詹姆斯和自己分开跑。他也顾不了是什么情况了，迅速地往外面的树林中跑去。可刚跑出去没10几米，迎面就出现了一个长得人畜无害的女人。就在詹姆斯这一愣神的功夫，这女人就拿出电击枪将他放倒了。于是詹姆斯又被重新带回了笼子里。至于刚才那个开锁的小伙子，则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抓了回来。不过他并没有被关进笼子里，而是带到了其他地方去。这下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詹姆斯只好继续开始研究笼子里的奇怪装置。这次他搬了一个石头进来，同时按下踏板和拉杆，最后再按下那个红色按钮。这机器终于有了反应，有一块鱼形状的饼干从出口里掉了出来。詹姆斯捡起来闻了闻，这时出口槽里又掉出来了一大堆像是狗粮的食物。詹姆斯咬了一口鱼饼干，确定这东西是可以吃的。接着出口槽旁边的那根水管也流出了水。又渴又饿的詹姆斯果断开始干饭，但他刚吃了2口，就听见有脚步声响起。起身一看，发现是被押送出来的蒂娜。奇怪的是，她居然换了身干净的衣服。蒂娜被锁到另一个笼子里，手上的手铐也被取了下来，看起来她的状态还算不错。但2人都没看到杰克，他们2人都是自从被戴上头套以后醒来便是这里了，而接下来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们。这对男女被带到了一处采石场，他们今天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石头。工头告诉他们俩，中午只有10分钟的午饭时间，如果被发现不认真干活或者想要跑路的话，就会被电枪伺候，而且周围都是持枪的守卫，想要逃跑根本不可能。于是2人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干活。可詹姆斯中途却停下来，惬意地欣赏起了正在干活的蒂娜的身材。被工头发现后，自然是一顿臭骂。虽然这采石场里也有其他工人，但闲着没干活的人却更多。除了持枪的守卫外，还有一些人在边上站着聊天。昨天把詹姆斯用电枪放倒的那个女人就在旁边监工。原本她还善解人意地将水壶递给詹姆斯，但詹姆斯却一口也没喝，反而将水全都倒掉了。转身又走过去，抱起正在认真挖石头的蒂娜就是一顿亲。工头看到这一幕顿时怒了，工作时间居然干这事，跑过来就准备将他暴打一顿。但詹姆斯却抓住这个机会反击，轻松放倒了工头和2名守卫，甚至还抢到了一把枪。正当他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却看到蒂娜被抓了起来。尽管詹姆斯很想逃走，可也不能牺牲队友啊，于是就只能放下枪，然后就无法避免地遭到一顿暴打。直到深夜，2人才离开采石场，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笼子里。2人隔着笼子开始商量对策。白天干活的时候，詹姆斯偷偷地仔细观察了这里的情况。他发现那些拿枪的守卫其实都很弱鸡，只有少数2个小领班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如果要逃跑的话也并不是很难，但相比于逃走，2人更想知道的是杰克现在在哪儿。而詹姆斯和蒂娜并不知道的是，此时他们在笼子里的情况正被人在监视器里看得一清二楚。杰克也被关在某个封闭的空间里，而杰克怎么也没想到，当初被他们抓起来关小黑屋的那个亨利，竟然是这个地方的领导者。杰克很好奇他们到底想要什么，甚至不惜花了这么大功夫，把自己还有詹姆斯、蒂娜都给抓过来。亨利笑着说，只要杰克愿意配合自己安排的工作，到时候说不定会放他回家。亨利说的家并不是那片海滩上的幸存者营地，而是真正的陆地城市。杰克觉得很好笑，质问他如果有这种能力，为什么不自己回去，还要继续在这岛上生活。亨利说自己从一出生就生活在这座岛上，不过他们却一直和外界有着联系。看到杰克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亨利就打开了电视，打算给杰克看点最近的新闻。里面播放的正是一场棒球联赛，而且还是红袜队获得联赛冠军的场面。看到这一幕的杰克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的，但也忍不住有些相信亨利说的话了。看来他们的确还和外界有着联系。这个男人一睁开眼睛，就看到自己被绑在一张铁床上，旁边还站着几个壮汉，一脸笑意地盯着他看。看
看到他醒了后，这些人立刻拿出一根木棍让他咬住，接着其中一个帅小伙就拿出一支注射器，在詹姆斯惊恐的眼神中，将里面的不明液体注射到了他体内。过了一会儿后，他们又拿来一个装着兔子的铁笼放在他胸口上，在兔子的身上还印着一个八字的图案。詹姆斯被这一幕幕搞得晕头转向，不明白这些人想对自己做什么。这时亨利已经抱起笼子，一阵快速的摇晃。Hey, move! Let's move! Hey,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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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m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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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Hey! 很快，那兔子就倒下一动不动了。詹姆斯还是看得一脸懵逼。亨利吊足了他的胃口和不安的心情，终于才不慌不忙地解释起来。原来他们在那只兔子的身体内装了一个小型的心脏起搏器，只要兔子感到过分的焦虑或者心情太激动，就会导致心跳加快，然后原地去世。而詹姆斯在昏迷期间也被装了一个心脏起搏器在身体里，只要他稍微剧烈运动导致心跳加速，结局就会和那兔子一样。亨利说着也将他给松绑了，而詹姆斯果然也冷静了下来，尽管心里愤怒至极，可却不敢太激动，只能将这股仇恨压在心底。而被装上了这么一个定时炸弹，詹姆斯就几乎再没有了逃跑的可能，除非他能在心如止水的情况下解决掉这里的上百名持枪守卫，再慢悠悠地走出去。而当詹姆斯被放出去重新关进铁笼里后，蒂娜就赶忙关心起了他的状况，但他却并没有将刚才在里面遭遇的事情说出来，因为亨利离开之前专门警告过他，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蒂娜，否则就给他也装上一个起搏器。詹姆斯自然不想蒂娜也变得和自己一样。更倒霉的是，詹姆斯老老实实的在笼子里待着，突然就走过来一个老哥，一言不合就将他暴揍了一顿。詹姆斯根本不敢反抗，甚至还要忍住让自己不要心跳得太快，只能硬生生的挨了一顿打。他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刚刚被做了手术，马上又要被打一顿，但毕竟现在他们都是别人的阶下囚，是生是死都是个未知数，被莫名其妙的打一顿倒也正常。对面笼子里的蒂娜有些看不下去了，她试图想办法逃走。在仔细观察了一番铁笼的结构后，蒂娜看了看自己纤细的身材，发现似乎可以直接穿过笼子顶部的钢筋缝隙，于是她慢慢顺着笼子顶部缝隙爬了出去，竟然就这么轻轻松松地完成了越狱。接着蒂娜就迅速跑到詹姆斯的笼子外面，想把他的锁给撬开，但詹姆斯现在却并不想逃走，于是他让蒂娜别管自己了，赶紧一个人逃。可蒂娜根本不愿意自己独自逃走，她质问詹姆斯刚才挨打的时候为什么不还手。詹姆斯当然不可能告诉他自己体内有个定时炸弹，只能支支吾吾的不敢说出实情。而蒂娜似乎也猜到了什么，失望的看了看他后，最终选择重新爬进笼子里。其实他也清楚，就自己一个人想要顺利逃走的几率很渺茫，索性还不如留下来陪着詹姆斯。而他们两人并不知道，此时的亨利正在监控屏幕面前盯着他们，同时还有在一个手术室里的杰克。由于杰克是名外科手术医生，这岛上连医生都是稀罕物，因此杰克的作用自然也是相当巨大的。而亨利之所以将杰克抓过来，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亨利在不久前知道了自己身患绝症。而好巧不巧的，这时候一名外科医生出现了。这两个男人在森林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看起来就像炸弹爆炸形成的，而且这痕迹还很新，应该是刚刚出现不久的。而在深坑的不远处，还有一具新鲜的野猪尸体，从尸体上的伤痕来看，明显是被一只熊杀死的。很快，洛克就在野猪尸体附近发现了一撮白色的毛发，推断是北极熊留下的。毕竟他们之前就在岛上发现过不止一只北极熊，至于其他颜色的熊反而没见过。正在这时，周围突然响起了一阵动物的吼叫声，洛克和查理两人当即吓得拔腿就跑。如果要真撞上北极熊了，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两人在森林中一阵狂奔后，不一会儿就发现那个吼叫声渐渐消失了，似乎那玩意儿没有追上来。突然，洛克看到前方的灌木丛里有动静，不知道是野猪还是北极熊，反正他直接就掏出一把飞刀扔了出去，可下一秒却传出一阵人类的惨叫声。还好胖哥机智用东西挡了一下，否则现在已经饮恨西北了。胖哥贺利说出了自己被那群人放回来的原因，目的就是警告岛上的其他幸存者不要到他们的地盘上去。洛克听后虽然感到很惊讶，却也想不到什么对策，只能先处理眼前的问题，先去找到那两个已经失踪了一天的同伴。由于之前遇到了北极熊，这一路可能会不太安全，胖哥只好打消和他们一起去的念头。洛克和查理两人一路寻找，很幸运的在途中发现了好几撮北极熊的毛发，没过多久就发现了一个山洞的入口，这应该就是北极熊的巢穴了。洛克决定进去一探究竟，但进去之前他要先做点准备。他在自己身上和脸上都涂上一层稀泥，用于掩盖气味，又从包里拿出一瓶发胶。他是光头，自然不是用来弄头发的。最后又叮嘱查理在外面好好放哨后，洛克就点上一个火把走进了山洞里。虽然入口比较狭窄，但山洞的内部空间还挺大的。没走多远，洛克就在地上看到了一堆骨头，
除了少数部分是其他动物的骨头外，绝大多数都是人类的。看来这北极熊是把人类当成主食了。接着洛克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正是地堡发生爆炸后消失了1天的艾德。此时的艾德已经是奄奄一息，洛克刚准备把他拉出来，角落里的北极熊就被惊醒了。情急之下，洛克掏出了那瓶发胶，配合着手上的火把制作出了简单的喷火器，顿时吓退了北极熊。他赶紧扶着艾德跑出了山洞外面，也幸亏那北极熊没有追出来。3人不敢停留，赶忙逃离了这里。走出去很远后，3人才找了个地方停下来休息。好在艾德受伤不重，也没有缺胳膊少腿，但他似乎受到了什么刺激，精神有些萎靡不振。男人无意间在森林中发现了一辆破烂的公交车，看样子已经荒废在这里很多年了。驾驶位上还有一具白骨尸体，可诡异的是，这辆车的整体结构还保存得十分完整，就连4个轮胎都还是好的。胖哥赶忙跑回营地，将发现车子的事情告诉了其他人，正想叫几个人陪自己去把那车弄回来，但一群人听完他的话后都感到很不理解，认为胖哥贺利纯粹是闲得慌。现在大家已经被困荒岛上好几个月了，收集物资生存下来才是首要目标，去弄一辆破车有什么意义？最终只有一个听不懂英语的老哥愿意陪他去。金甚至不知道胖哥刚才说的什么，就跟着他一起来到了发现车子的地方。2人打开后备箱以后，才发现里面竟然还有满满一箱子的啤酒。从这些啤酒包装上的图案来看，明显也是出自地堡实验室那个公司。由于车子是侧翻的姿势，金提议把车子扶正，不过在此之前，他们要先把司机的尸体弄出来，但2人没配合好，直接把司机老哥的骷髅头给卡掉了，只把人家的身体给拖了出来，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贺利决定先不管司机的头了，还是先干正事要紧。随后找了2根棍子，2人就开始用力撬动车子，不过使了半天竟还是敲不动。正在这时，一个男人找了过来，竟然是失踪许久的詹姆斯。一听说车里有啤酒，嗜酒如命的詹姆斯立马就同意了帮忙。在3人的努力下，车子终于被扶正了。已经很长时间没喝过酒的詹姆斯迫不及待地打开后门，翻开一堆垃圾后，又拿起一张奇怪的地图看了看，最后才终于是看到了一堆罐装啤酒。可接着他又被那个骷髅头吓了一跳。贺利和金解释说那是司机的头，詹姆斯一脸无语地坐下好好享受美酒。虽然这酒不知道已经有多大年龄了，但詹姆斯认为这味道和口感还是能够接受的。一旁的金则是蹲下查看车子的引擎，从这锈迹斑斑的伤痕来看，能修好的概率微乎其微。主要是他们现在被困在荒岛上，根本没有那些维修工具。金用蹩脚的英语说自己修不好，但贺利却不打算放弃。可惜插上钥匙试了好几遍依然没反应。詹姆斯让贺利别异想天开，就算这车子修好了又能怎么样？难道还能开车跨过海洋回到陆地上去吗？然而贺利却说发现这辆车起码是个好兆头，就当是给大家找点乐子也不错。在看到附近不远正好是下坡路段后，贺利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让詹姆斯和金一起在后面推车，让车子跑起来后自己再挂档试试。害怕2个人推不动，贺利又回到营地叫了一个人来，在3个男人的推动下，车子成功的被推动了一段距离。4人纷纷走上前查看，下面是一段很长的下陡坡路段，而且还有一堆岩石挡在正中间，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很容易撞上去，到时候车毁人亡很难避免。但即便知道很危险，贺利还是决定要试试，何况他还专门回去叫来了查理和自己一起。2个人都坐上车就没那么怕了。查理眼中闪过一丝惊慌，但还是没有拒绝。一切准备就绪后，这辆破旧的小客车就开始慢慢加速下坡。坐在驾驶位上的贺利等待着时机，随着车速越来越快，他们距离那堆岩石也越来越近，如果挂不上档就没命了。不过幸运的是，在距离岩石堆只有4-5米远的时候，贺利成功挂档打了方向盘，潇洒地绕开了岩石堆。站在山顶上的詹姆斯2人也都不禁松了一口气。接着4个男人都纷纷坐上车，愉快地在草地上兜起了风。被困在荒岛上的这几个月以来，这绝对是他们最开心的一天。傍晚，詹姆斯还美滋滋地抱着一箱啤酒回到了营地。这个男人正在摘一种不知名的水果，突然耳边响起一阵奇怪的碰撞声，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查看，竟然看到了一头大黄牛，脖子上还带着一个大铃铛。这牛看起来明显是有人饲养的。正在这时，一声口哨响起，黄牛立马转身走掉了。老贾握紧枪，悄悄跟在后面，很快便看到一个男人牵着牛往家走。这房子看起来并不小，而除了牛以外，甚至还养了马。只不过奇怪的是，那房顶上居然还有一个雷达。很显然，这个建筑不是普通的民房。老贾随即便原路返回，叫来了其他3名同伴。他们此行原本是想去找到敌人的大本营，却不想意外发现了这么个奇怪的地方。从那屋顶的雷达来看，那个人肯定知道些什么情况。老贾决定自己过去问问，但是不打算带武器，因为这样才会表明自己没有敌意。蒂娜和洛克在后面掩护他就行。不过喜欢独来独往的丹尼却表示自己先溜了，不打算掺和这种危险的事情。很快老贾便高举双手，慢慢朝着房子接近。可老贾万万没想到对方不讲武德，
明明自己已经这么有诚意了，那人竟然还是直接朝他肩膀开了一枪。老贾赶忙大声解释，说自己是几个月前一场飞机事故的幸存者，只是来求助的，完全没有恶意。这个戴着眼罩的男人似乎也意识到来的不是敌人，犹豫片刻后才决定去开门。而躲在附近的洛克和蒂娜则是趁机跑了过来，瞬间控制住了他。现在轮到独眼解释了，他说自己是达摩计划的最后一名幸存者，这个建筑也是和岛上的那些地堡同时建造的。短暂的交换信息后，双方也放下了敌意。独眼带着3人进了屋，还主动给老贾治疗肩膀上的枪伤。洛克为了安全考虑，一个人去检查屋里的其他房间去了。独眼说自己之所以贸然开枪，是以为之前的那些敌人找来了。原来早在11年前，独眼就来到了这座岛上，但那些血洗了达摩组织的敌人却要来得更早。而这个建筑叫做火焰舱，是专门用于和外界获得联系的。只不过房顶的那个雷达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坏了。给老贾治好枪伤后，独眼就去泡茶了。而老贾却敏锐地发现了蹊跷，这个人并不是达摩计划的成员。而独眼发现2人都不肯喝茶后，也意识到自己被识破了身份，索性也就不装了。只是他高估了自己的战斗力，以为能1打2，结果10几秒后就被打倒在地绑了起来。随后洛克负责看着晕过去的独眼，老贾和蒂娜则是开始仔细检查起这个火焰舱。很快老贾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地下室的墙壁上竟然被放置了很多的 C4 炸弹，柜子里还放了一大堆达摩计划的档案。一旁的蒂娜在走到一个更衣室里的时候，突然钻出来一个人影偷袭她，好在老贾及时跑了过来，2人合力制服了这个黑皮肤的女人。蒂娜一眼就认出之前自己被绑到另一座岛上的时候见过这个女人。而与此同时，正在看着独眼的洛克却被一旁的电脑吸引了，因为电脑上一直开着一个象棋游戏，还有语音让玩家开始下一局。洛克看了眼昏迷不醒的独眼，就坐过去玩了起来。只不过奇怪的是，这游戏的电脑特别强，洛克输了很多局，却一次都没赢过。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应对方法，在第一次赢得游戏后，电脑上的画面一转，出现了达摩计划的那个博士的影像，还让洛克根据他的指示来按键操作。可还没等洛克动手，挣脱束缚的独眼已经持刀抵在了他脖子上。独眼挟持着洛克走出门外后，正好老贾他们也走出来了。独眼表示双方都有人质可以互换，但其他人却都不同意。那女人还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和独眼交流了2句。突然间，独眼开枪杀死了那女人。这么杀人灭口，明显是想隐藏什么秘密，但洛克3人却没敢杀他，毕竟留着他还有用。这一次洛克他们不敢大意了，将在外面打野的丹妮叫了回来。随后洛克快速的在火焰舱里搜索了一番后，几人就准备离开。可正在这时，整个建筑突然发生了爆炸。洛克解释说自己将那个象棋游戏打通了，并且根据电脑的提示进行了操作。老贾认为火焰舱里还有不少有用的东西和资料，就这么毁掉太浪费了。不过还好他之前搜到了一张线缆分布图，可以看到每个建筑之间的路线，即便现在不问独眼，他也知道了敌人的大本营在哪个位置了。这几个冒险者发现了一排诡异的石柱，走近一看，竟然是高压电线。但这里明明是一座与世隔绝的荒岛，为什么会有这种高科技产物？有人认为这些柱子其实是一片高压电防御网，为的就是将里面的区域隔离起来。于是他们干脆将一个人质给推到了里面去。而独眼男被推到石柱附近后，居然转过身面带笑容的说了声谢谢。下一秒他就开始浑身抽搐，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侵入到了他的体内。不过仅仅10几秒的时间，他就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没了动静，看样子好像已经记了。这一幕给外面的洛克4人看呆了，看来这石柱防御网还在正常工作，似乎还是某种电磁武器系统，能够瞬间置人于死地。轻易走进去的话，肯定和独眼一样瞬间去世。但他们要想救回队友，就必须进入这一圈防御网。因此几人商量一番后，决定找东西搭个梯子翻过去，绕开这些石柱，应该就不会受到伤害。至于将独眼杀死，洛克并没有觉得后悔，因为这家伙之前能够狠心杀死队友，说明他肯定不会透露什么信息的，解决他反而落个清净。几人砍了一根粗壮的大树后，将树搭在其中一根石柱上。救人心切的蒂娜主动表示自己先爬过去试试，其余3人都没有表态，毕竟第一个过去的人肯定是有风险的。当蒂娜一点一点地爬到石柱上方的时候，后面的人都有些紧张了起来。好在蒂娜什么反应都没有出现，直到她爬过去一段距离后，又跳到地面上，过了足足半分钟，依然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大家这才放心下来。显然这个方法是行得通的。紧接着其他3人也都纷纷爬树翻了过来，在查看了独眼的尸体后，确定他这次已经彻底死透了。一行人这才朝着目的地前进。没过多久，他们就看到了一幕十分意外的景象。很难想象，在防御网的内部竟然是一片像是度假村的住宅区，有不少人正在进行休闲活动。这一幕仿佛这里不再是一座荒岛，而是回到了繁华的都市。看来外面的那一圈防御网就是为了将这里面的小世界保护起来的。而他们这一趟专门要来救的目标人物杰克，竟然还和那些人在一起打球。
蒂娜看到这一幕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初他们3个被绑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可没这么有善意。他和詹姆斯好不容易才有机会逃出去，然而杰克现在竟然像是已经融入到了敌人的队伍当中。但不论如何，蒂娜都决定要把杰克救出来。这时洛克还用望远镜看到了一个老熟人，正是之前被他们囚禁过的老实人亨利。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是这股势力的大 boss，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亨利现在坐起了轮椅。几人一番商量后，决定先摸进去把杰克救出来再说。3人分头行动。至于独来独往习惯了的丹妮，依然不打算跟他们一起行动。晚上，在亲眼看到杰克进入自己的房间后，蒂娜就悄悄地溜了进去。一番探查后，发现房间里没有别人，只有杰克。而杰克竟然还十分悠闲地在弹钢琴。在看到蒂娜出现时，杰克十分的惊讶，焦急地让蒂娜赶紧离开这里，因为房间里是有监控的。可现在已经太晚了，几个守卫突然冲了进来，将蒂娜控制住，同时老贾也被抓了进来。不过杰克多少还是有些地位的，两人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只是被关了起来。杰克让熟人给自己开了特权，和蒂娜进行单独谈话。原来当初蒂娜和詹姆斯之所以能够有机会逃出去，都是因为杰克争取来的。杰克还和那些人达成了一笔交易，成功后就可以回家。这个回家并不是回到那个海滩营地的幸存者大家庭，而是回到陆地，回到人类城市中去，彻底逃离这个荒岛。蒂娜听后一脸的不相信，她可不觉得那些人有办法离开这座岛，但杰克却对此深信不疑。而与此同时，没有被抓着的洛克却一个人悄悄摸到了亨利的房间里，看着躺在病床上半身瘫痪的亨利，拿着手枪的洛克心中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这对情侣在森林中发现了一扇奇怪的铁门，打开后看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隧道。虽然之前他们也找到过类似的地下建筑，但这个又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不过他们要寻找的行李肯定不会在这里面，于是两人就调转方向，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池塘。由于之前听人说这水底下面有几具尸体，因此两人打算下去看看。尼基表示自己之前已经做过很多了，这种事情应该让保罗来做。无奈身为男士的保罗便潜入到了水底，而下面果然有几具已经腐烂的尸体，以及一堆飞机上的杂物。一番寻找后，保罗成功的找到了自己的背包。不过他浮出水面后，却告诉尼基什么都没找到，只有尸体而已。尼基一脸失望，却还是相信了他的话。然而到了晚上，保罗却一个人偷偷将背包捞了出来。将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后，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他还把包给埋了起来，只留下一个套娃。这套娃里的东西太过重要，保罗本打算将其放到那个地下建筑里去藏起来，可想了想，还是贴身带着更保险。毕竟这小小的几块石头可是价值连城，甚至能够让他撒谎骗女友尼基。等离开这座岛后，他完全能带着这些钻石过上潇洒的神仙日子。可惜保罗还是太疏忽了，他不小心落下的一板药片被尼基发现。尼基清楚地记得这种药片和钻石都是放在包里的。很显然保罗已经找到背包了，但是却瞒着自己，肯定是想将钻石独吞。尼基知道后心中十分愤怒，要知道为了搞到这些钻石，他当初可是牺牲了色相，去陪一个富翁老头过日子。终于等到老头死后，他才和男友搞来了这些钻石。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付出现在却换来了这么一个结果。尼基也决定不再仁慈了，他将保罗骗到森林里后，趁其不备直接掏出一只毒蜘蛛丢在保罗身上。这种毒蜘蛛尼基听那个死掉的物理老师说过，叫美杜莎蜘蛛，人一旦被咬一口，就会在半分钟之内陷入假死状态，并且会持续8个小时左右。这种状态看起来就和死了没什么两样，即便是专业的医生也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很快保罗就全身瘫痪倒在了地上，尼基则是蹲下身，开始在保罗身上寻找钻石，裤兜鞋子都找了个遍后，最终竟然是在保罗的内裤里找到的。尼基从小袋子里倒出钻石看了看，脸上露出一抹兴奋。这时的保罗还有最后一丝力气，他解释说自己之所以将钻石藏起来，是害怕尼基有了钻石后就不再需要自己了。只是尼基听完后脸上却一点也不相信。突然保罗发现周围冒出来好几只美杜莎蜘蛛，可他已经没有力气开口提醒尼基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蜘蛛爬到尼基的脚上咬了他一口。大惊失色的尼基知道这种蜘蛛的毒性，于是他立刻跑开，找了个隐秘的地方，将装着钻石的小袋子埋进了土里，紧接着又飞快地跑向附近的人。但尼基刚刚看到这两人就倒在了地上，他就连说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这么睁着眼睛彻底没了动静。这一幕给正在打乒乓球的赫利和詹姆斯看傻眼了，仔细检查后确定尼基竟然已经死了。而紧接着他们又在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同样死状的保罗。海滩营地上的幸存者们也都聚集到一起，大家发现这两人身上完全没有任何伤口，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吃错东西中毒了，毕竟在这种荒岛上各种各样的植物都有，中毒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是可惜了这两个年轻人，最终大家给他们俩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将2具尸体埋到了墓地区域里去。詹姆斯还找到了那一小袋子钻石，一起丢进了两人的墓里。大家也大致能猜测到，
两人应该就是因为这些钻石死的。而做完这一切，也不过短短3-4个小时，可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其实保罗和尼基只是中了美杜莎蜘蛛的毒，陷入了8小时的假死状态。女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戴上了手铐，还和另外一个美女铐在一起，周围是一片茂密的荒野丛林。明明昨晚上他们还在一处基地里的，很显然是有人故意将他们丢弃在了这里。正在两人商量该往哪儿走的时候，附近响起一阵恐怖的怪叫声。朱莉似乎知道这声音代表着什么，她立刻拉着一脸懵逼的迪娜撒腿狂奔，可还没跑多远就摔倒在了泥潭里，前面还出现了几根石柱。蒂娜亲眼见过这些柱子的厉害，于是拉着朱莉不敢再往前跑了。而朱莉却看了看后，却淡定地从兜里掏出手铐的钥匙，飞快地解开手铐后，她就迅速跑向其中一根柱子，在按下一串密码后打开里面的开关。当两人都进去后，朱莉又将开关重新启动。这时一股黑烟正从树林中飞出，显然刚才的声音就是这股诡异的黑烟。不过她似乎非常惧怕这些柱子组成的防御网，黑烟接连尝试好几次都被阻挡在了外面，最终她只能选择放弃，掉头离开。尽管危机解除了，但蒂娜此时才意识到面前这个女人的危险性。朱莉身上明明有手铐的钥匙，却非要最后关头才拿出来，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蒂娜也因此警惕了起来，毕竟这女人也是敌人队伍中的一员。蒂娜返回基地后找到了晕倒的杰克，而诡异的是，这片住宅区明明昨天还有许多人的，今天却一个都不见了。这时老贾也跑了出来，他说整个基地里一个人都没有了，应该是亨利带着他的几十个手下在昨晚连夜离开了，当然也没有留下任何武器或者是资料，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亨利偏偏留下了朱莉这个女秘书兼医生，而且大家也始终没找到洛克。杰克决定将有用的东西都带上后，就返回海滩营地去，反正敌人的大本营也没人了，他们继续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而老贾觉得不应该将朱莉也带回去，万一这女人是那些人故意留下来当卧底的呢？不过杰克却很相信朱莉，毕竟他现在的遭遇明显也是被队友抛弃了，何况杰克之前也受到了朱莉不少照顾。当4人回到海滩营地后，其他幸存者们果然不太欢迎朱莉，很快就将她孤立了起来。这还是因为杰克的面子，才允许他和大家一起待在海滩上。毕竟之前的遭遇大家都还记得，亨利队伍里的人不仅来恐吓大家，甚至还抓走小孩和孕妇，这些行为怎么看也不像是好人干的。朱莉对此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似乎不打算透露自己知道的情况。到了晚上，大家又聚集到一起，商量着让朱莉将她知道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如何离开这座岛，因为杰克昨天差点就能坐潜艇离开了。正在众人激烈的商量着的时候，一旁的克莱尔突然流鼻血晕倒了，杰克赶忙给他检查起来。本以为克莱尔只是生完孩子身体有些虚弱而已，但朱莉却找到了杰克，说克莱尔的情况很严重，如果得不到救治会有性命之忧。朱莉也顺便告诉了杰克一个秘密，那就是这座岛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孕妇如果在岛上生产都会死。而朱莉的任务就是研制一种血清，让孕妇能够安全地完成生产。之前绑走克莱尔的那个医生，其实就是将克莱尔带去治疗的，只是被杰克他们给中断了。面对克莱尔的病情，杰克也没有办法，他选择相信朱莉的话，让他到伊森之前的藏身地取药。随后杰克在朱莉的指导下，亲自给克莱尔完成了血清的注射。幸运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克莱尔就清醒了过来，看起来已经彻底恢复了。因为这件事情，大家也都开始接受起了朱莉，不再排斥她。杰克还给她领了一套生活用品，让她找个地方搭建自己的帐篷。显然海滩营地的幸存者们已经有些接纳她这个新成员了。一群人冒着大雨正在森林中寻找着什么，突然一名队员踩中了一根钢丝，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陷阱，还一脸无所谓的把脚抬了起来。结果下一秒，突然就飞出一支铁剑插中他的脖子，其余人赶忙尝试对他进行救治，可距离中箭仅仅过了2分半，他就没了生机。雷斯满脸惊恐地从睡梦中醒来，幸好这一幕只是梦境。可诡异的是，他最近经常做这种预知梦，总是梦到查理死于各种各样的死法，而且现实中也会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不过每次都被他插手破坏了。当然这一次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雷斯还在昨晚的梦里看到了一个新人即将来到这座岛上，并且还是一名飞机驾驶员。于是雷斯在幸存者队伍中召集了几个青壮年，一起前往昨晚梦中的那个丛林，当然也包括了最重要的查理。沿着海滩走了一段距离后，他们在沙子里挖出来一根像是电缆的玩意儿，接着就顺着电缆往森林里面走。雷斯判断目的地应该还有不远的距离。到了晚上，几人只能找了个地方扎营休息一晚。还没等他们睡着，远处的海面上突然传来声音，闻声看去是一大片浪花，似乎是有什么东西从空中掉进了海里，而空中也出现了一个闪着的红点，朝着森林的某处坠落。这一幕正好验证了雷斯昨晚梦中所看到的场景，于是几人直接放弃休息继续赶路。雷斯猜测刚才掉进水里的应该是一架飞机，
而那个闪着红灯的东西，则是紧急逃生的驾驶员逃生舱。因此，他们必须尽快找到那个驾驶员。连夜的长途跋涉，让身材肥胖的赫利有些顶不住了。他发着牢骚，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走。而这时，查理却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人偶玩具。这种玩意儿不可能凭空出现。果然，雷斯在周围一打量，就看到了一个挂在树上的背包。雷斯一点不客气地踩到赫利背上，将那个背包取了下来，里面装着些书和水壶之类的杂物。没想到竟然还有一部卫星电话，只可惜没电了。而雷斯打开那本书，随便翻了翻，竟然看到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旁边还有一个女人。不出意外的话，这女人就是那个掉下来的飞行员了。他们应该离得很近了，但几人还没走多远，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雷斯走着走着就发现周围的场景和梦里的场景越来越像了，他立刻警惕了起来，慌忙地查看着周围的情况，果然看到了一个很是眼熟的陷阱。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提醒查理，查理就已经踩中了那根钢丝，甚至抬起了脚。在这一瞬间，雷斯做出了判断，他一个飞扑将查理扑倒，而那根迅猛的钢剑差一点点就插在查理脖子上了。查理满脸的惊恐，他也明白自己又被雷斯救了一命，这次危机暂时是解除了。不过雷斯觉得这并不是最后一次，这岛上似乎有一种力量，非要将查理杀死才罢休。这几个冒险者发现了一具飞行员的尸体，从他头盔上还闪烁着的红灯来看，应该才刚刚掉下来没多久，只是不知道人还活着没有。于是几人用降落伞做缓冲，把飞行员从树上弄了下来，将头盔取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人还活着，而且还是个女的。不过他开口说的2句话大家没听懂。胖哥发现对方好像说的是西班牙语，他只勉强听清楚了其中一句。这女人说自己身上痛，几人一听猜测她是受伤了，一检查果然看到她腹部在流血，只见一根树枝已经插进了她的肚子里。几人本打算对她的伤口进行处理，可这么严重的伤势没有专业人士很难处理，搞不好还会出人命。虽然可以回营地去找医生过来，但他们这里距离营地也特别远，来回估计得7、8个小时的路程。这女飞行员的状态显然等不了那么久。这时胖哥在飞行员的随身物品中翻找东西的时候，还不小心将一把信号枪开了一枪，他顿时尴尬地笑了笑。几人愣在原地，顿时有些焦头烂额了起来。其中最焦急的就要数雷斯了，因为这个女飞行员他认识，正是自己的一名好友潘妮。正在4人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个戴着眼罩的男人突然钻了出来，应该是看到了刚才那个信号弹被吸引过来了。双方互相打量了一番，独眼男迅速掉头跑走，雷斯4人也赶紧追了上去。因为大家都发现这个人他们从来没见过，看那样子似乎也不像个好人。独眼跑得很快，只有身手矫健的金追上了他，随后金更是一套连招将独眼放倒。将独眼制服后，大家准备审讯他。这时查理却想起一件事情，洛克他们回来的时候说起过这个独眼，不过他明明已经被电磁防御系统给杀死了，现在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独眼看到自己的身份被识破后，却并没有答话，而是淡淡的看了眼一旁的女飞行员，说自己以前是战场上的军医，可以救治这个女人，不过作为交换要放自己离开。雷斯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潘妮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肯定会死的，于是很干脆地答应了独眼的提议，让他赶紧救治潘妮，毕竟救人要紧。大家就暂时开始配合独眼，给他拿医疗箱和打下手。而独眼也确实没说谎，在他的救治下，潘妮的伤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最后包扎完伤口以后，独眼甚至还说最快1天，最晚2天，这女人的伤势就能彻底恢复。独眼的这番话让其余4人都有些懵，还以为独眼在开玩笑。潘妮的肺可都是被刺穿了，这么重的伤根本不可能恢复得那么快吧。而独眼看了眼他们4个后，只是神秘兮兮地说了一句，这座岛上的自然规律和时间流速和外界是不一样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的独眼看向雷斯，询问按照刚才的约定，现在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了。而雷斯也点了点头，同意了让独眼离开。但一旁的查理却不乐意了，因为查理觉得这独眼不是什么好人，把他抓回去说不定能问出点秘密出来。不过雷斯却很坚定的要放他离开，毕竟刚才是他自己许下的承诺，现在自然要说话算话。独眼幸灾乐祸的看了看查理后就走掉了。过了几秒钟，金突然发现那个卫星电话不见了，于是赶紧朝着独眼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被追上的独眼也老实拿出了卫星电话，还说不试试怎么知道这电话能不能用。显然他是打算偷走这电话，还好金及时发现了。不过雷斯依然选择放独眼走，尽管现在他们4个都认为这独眼有问题。这2个男人在丛林中发现了一艘巨大的商船，看起来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了，说不定里面还藏有宝藏。2人从船身破损的洞口走进去后，看到了很多的白骨尸体，并且发现尸体身上都还有手铐和铁链，很显然这应该是一艘19世纪中叶的奴隶船。这些白骨都是用于挖矿的奴隶，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连人带船都永远地留在了这座岛上。2人走进船舱深处后，在一个房间外面停下。洛克将门给打开后，里面竟然坐着一个被蒙着头的男人在挣扎着。洛克示意詹姆斯进去看看，
其实他们俩这次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房间里的那人。詹姆斯也很好奇这个被蒙着头的人到底是谁，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前脚刚走进去，后面的洛克就反手将门给关上，甚至还在外面将门给死死卡住了。也不知道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詹姆斯当场破防大骂洛克是个死秃头，而洛克却一点也不在意，反正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他想将房间里的那个人给杀死，而且那人还是洛克的亲爹。这一切都只因洛克他爹为了自己能活命，就骗走了洛克的一颗肾，甚至还将他从8楼推下去，摔得半身残废，只能坐轮椅。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洛克想报仇却始终下不了手，于是他就想到了詹姆斯。此时正在房间里的詹姆斯已经取下了那人的头套，并且从聊天中得知，这个死老头竟然叫汤姆·索耶，正是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原来詹姆斯的父母都是因为索耶而死的，他寻找了这个仇人很多年，没想到现在竟然有人把他送到了自己面前。得知真相后的詹姆斯终于明白，为什么洛克要把自己带来这里了。原来洛克早就知道自己的秘密，不过尽管如此，詹姆斯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带着愤怒和仇恨，毫不犹豫地将面前这个老头给杀死了。毕竟这是他多年来一直想报的仇。这时外面的洛克也听到了动静，立刻将门打开了，看到詹姆斯已经将他父亲杀死，洛克还向詹姆斯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索耶这个老头也是死有余辜，毕竟他伤害了太多人。洛克让詹姆斯一个人回海滩营地去，并且还给了他一个录音机，说有一个叫朱莉的女人是间谍，让大家不要相信他的话。至于洛克自己却不打算回去了，而是决定加入亨利的那个社区，将父亲杀死就是亨利给他开的条件。完成这个任务后，洛克就能够知道关于这座岛的秘密。男孩跟着父亲来到了一座奇怪的小岛上，这里的人都穿着一种印着八卦图案的制服，很多建筑中也随处可见这种八卦的标志。而所有新来的人还都会被注射一种东西，接着大人会被安排一份工作，小孩则是会送到学校去读书。本杰明以为只是和父亲又换了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可没想到在一天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教室外面突然传来了很大的动静，看起来像是地震了，但老师却拿出了枪严阵以待。其他同学都很懂事的找地方躲藏，唯独本杰明被这种场面吓得呆坐在座位上，还是一个女同学拉着他躲到了角落里。随着教室外面一些零散的枪声逐渐消失后，这场危机似乎解除了，但至始至终都没有人告诉本杰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似乎也对这里的工作不满意，原本以为岛上会给他安排一份高薪又舒适的工作，结果来了后只是让他当一个打螺丝的普通工人。因此父亲整日酗酒不务正业，就连儿子的生日他都不记得，还是一个女同学送了他一个木雕。本杰明知道父亲一直都恨自己，因为当年自己刚一出生母亲就死了，他失望地跑出了家门，想出去散散心。跑着跑着，他来到了一排石柱前面，看起来像是社区的围栏。正在本杰明犹豫要不要跑出去的时候，围栏外面竟然出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影，竟然是他去世多年的母亲。本杰明下意识的就想跑出去，但母亲却制止了他，还神秘兮兮的说现在还没到时候。随后母亲就消失在了树林中。本杰明意识到这座岛上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让自己有了和母亲见面的机会。而那一根像是围栏的石柱，他也从其他人口中得知是社区为了防止其他动物闯进来专门建造的电磁防御系统。于是很快本杰明就搞来了电磁防御系统的解锁密码，但为了保险起见，他先将兔子放了出去，看到兔子没事后自己才敢出去。他已经下定了决心离开这个像是监狱一样的地方去找母亲。可当真正逃出来后，本杰明才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也不知道怎么找到母亲。正当他在森林中已经有些迷路的时候，一个穿得脏兮兮还披头散发的男人出现在了他面前。男人看他一个几岁的小孩到处乱跑，还询问他的父母在哪儿可以送他回去。本杰明说自己是离家出走偷跑出来的，打算去找去世的母亲。这男人听到本杰明说看到了去世多年的母亲，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有些凝重了起来。本杰明表示自己不想再回去了，还问男人自己可不可以跟着他。没想到的是对方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只不过男人提醒他自己做的事情可是很考验耐心和心性的。时间一晃10多年后，本杰明已经长大成人了，父亲也已经步入老年，他和父亲一样成为了达摩组织的一名员工。今天他们父子俩的任务是将物资送到珍珠仓去。车子开到半山腰的时候，父亲停下车和本杰明喝了一会儿酒，这是今天父亲又一次忘了他生日的补偿。然而本杰明在等待许久后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随后在父亲惊讶的表情中突然拿出了一个防毒面具戴上，接着又拆开了一个毒气弹。很快父亲就毒发身亡，而本杰明却面无表情地见证了这一幕。今天不仅是他的生日，也是他预谋了多年执行计划的日子。当他重新回到社区里的时候，地上随处可见的都是穿着达摩制服的尸体，整个社区的人都被毒死了。而这一切都是当年找到本杰明的那个男人的安排。听完本杰明漫长的讲述后，
洛克此时终于明白了达摩组织的人为什么都不见了，原来全都被本杰明给干掉了，甚至还一起丢到了面前这个坑里。而本杰明加入的那个新组织就是岛上的土著居民，也就是他现在的那群手下。本杰明还说这样做才能让岛上获得和平。正当洛克看着坑里的尸体的时候，身后的本杰明竟然开枪偷袭他，腹部中枪的洛克顿时倒在了坑里。知道了这么多秘密的洛克，本杰明自然不打算再留着他了。这两个男人从海底拽起来一根深不见底的绳子，看起来像是一根电缆线，似乎还被绑在了海底深处。他们只需要拉动绳子就能让木舟往前走。不过两人真正的目的是潜入水底一探究竟，但对于谁下去这件事情并没有商量好。突然查理拿起船桨敲晕了对面的老前辈，随后拿起几块沉重的石头拴在自己腰上，最后再看了眼一旁被自己打晕的同伴，接着便一头扎进了海水里。查理沿着船上的那根电缆线一直往下潜，眼前很快便出现了一座亮着灯的海底建筑。这时他才丢掉了刚才的石块，开始在建筑底部焦急地寻找着一个入口。如果是普通人闭气潜水根本坚持不了这么久，但曾经作为少年游泳组的冠军，查理可是能够闭气长达2分半。幸运的是他很快就在建筑底部找到了入口位置。此时的查理也几乎到了极限，浮出水面后，他迅速打量了一下这建筑内部的环境，在发现这里面似乎没有人以后，查理顿时激动地躺在地上大声庆祝。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一个拿着手枪的女人不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后面还紧跟着一个拿着喷子的短发女。两人都十分警惕地盯着查理，似乎随时都会开枪，这让查理顿时不敢出声，愣在了原地。看来这海底建筑并没有他想的那么安全。很快查理就被这两个女人绑了起来，还给他来了一套组合拳套餐，逼问查理说出自己的身份以及来这里的目的。不过查理任由拳头打在自己脸上，却始终不说真话，反而是一副不怕死的笑容。但这两个女人也很快想到了应对的方法，她们打开铁门走进了一个像是控制室的房间，似乎是准备用无线电联系谁。不过他们却并没有关门，因此通话内容也被查理听到了一部分。在知道无线电另一边是野蛮人社区的头领本杰明后，查理干脆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并且还说是朱莉告诉自己来这里的。另一头的本杰明顿时意识到大事不妙，而这时查理也不再隐瞒了，甚至理直气壮地将自己来的目的说了出来。原来无线电的信号一直无法从岛上传出去的原因，都是因为在海底有一个信号干扰站，因此只要潜入海底将干扰器关掉，被困在岛上的幸存者们就有救了。听完他讲述后，丽塔和邦妮并没有感到很慌张，而是问查理知不知道密码是多少。查理听后顿时一愣，什么？居然还有密码的吗？但没有人告诉他。丽塔两人走进了房间里，似乎是在商量怎么处理查理。而查理东张西望的想找机会脱身，却看见水里又冒出来一个人，竟然是之前被自己打晕过去的雷斯。看到查理被绑了起来，雷斯焦急地询问他怎么回事，可查理还没来得及说清楚，就看到房间里的那两个女人已经开门出来了，只能让雷斯赶紧找地方躲起来，等下再说。而就在雷斯刚刚藏好没多久，水里竟然又冒出来一个人，居然是查理几天前见过的那个独眼。很显然独眼和这两个女人是一伙的。独眼警惕地看了看被绑着的查理，因为他知道并不只有查理一个人来。这时控制室里响起了无线电的呼叫声，丽塔正想过去接，独眼却表示自己去就行，似乎他并不信任这两个女人。而这一幕也被查理看在了眼里，原来这伙人闹内讧了。不过让查理没想到的是，独眼接完电话出来后，竟然搞起了偷袭，几枪就将这两个女人都放倒了。原来独眼从本杰明那里收到了新的命令，那就是为了防止秘密泄露，将之前的两个任务人员都杀死。正在独眼准备将查理也枪杀的时候，躲了很久的雷斯及时出手救下了他。脱身后的查理迅速走到还没死透的丽塔面前，询问她解锁密码是什么。而丽塔知道自己已经被老大无情的抛弃了，也就索性将密码告诉了查理。接着查理便来到控制室准备去关闭干扰器，雷斯则是去收拾2套潜水装备，方便等会儿他们俩回去用。而当查理来到控制器前输入密码后，信号接收器却发出了声音。查理接通信号后，屏幕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女人。查理以为是和附近的商船联系上了，赶紧向她求救，并且说出了他们的遭遇。然而那女人听后却一脸的懵逼，说根本没有什么船啊。至于查理说的815号航班，也很早就确定上面的乘客全都遇难了，怎么可能还会有幸存者？还没等查理问个清楚，就看见舱门外面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竟然是刚才被杀死了的独眼，手里还拽着个手雷。查理转身看了看外面的雷斯，果断将门给关上。下一秒，剧烈的爆炸伴随着海水，很快就将查理淹没了。而查理也在最后时刻在自己的手上写下了一段话：别相信潘妮说的那艘船。这群飞机事故的幸存者正在沿着海岸线赶路，由于被困在这座岛上已经好几个月了，始终没等到任何一支救援队到来，哪怕是一艘路过的商船都没有看到过，他们只能想办法积极自救。杰克作为这支几十人队伍的队长，
他的任务是把大家安全地带到目的地，一个10几公里外的无线电信号站。然而路还没走到一半，他们就被2个人给拦了下来。杰克看到这个秃眼仔就忍不住血压飙升，因为之前大家在岛上遭遇的种种危机，全都是这家伙搞出来的。本杰明的目的就是不想让幸存者们逃出这座岛。2人很默契地走到边上，开始单独谈话。只不过气氛中明显有一股火药味，似乎随时都能打起来。后面的蒂娜也在附近检查了一圈，发现本杰明只带了他女儿一起来，并没有在附近埋伏手下。原来本杰明已经知道了杰克他们的计划，以及获得了一部卫星电话。他告诉杰克那个叫潘妮的女人很危险，如果让他打通了卫星电话，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但杰克显然不会相信他的这番话，于是本杰明只能拿出对讲机，说自己的手下已经到达了海滩营地，并且还抓住了他们的几个队友。虽然一开始遭到埋伏死了一些手下，但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于是本杰明让杰克做出2个选择，要么主动交出那部卫星电话，要么自己立马让手下干掉他们的3个同伴。在就几十个人和几个人之间，杰克尽管十分难以选择，却还是只能选择人数多的一方。随着对讲机里传来3声枪响，杰克也愤怒地将拳头砸到了本杰明的脸上，再将本杰明一顿暴揍后，杰克等人就把他拴了起来，拖着走。本杰明的女儿艾丽竟然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因为她其实并不是本杰明亲生的，她真正的亲人其实是已经被困在岛上10几年的丹妮。而让本杰明万万没想到的是，刚才自己下达命令后，手下并没有杀掉那3个人质，只是对着地上开了3枪而已。只因其中一个叫汤姆的手下觉得不应该这么乱杀人，所以才临时想到这个办法欺骗老大。而就在几人商量接下来怎么办的时候，竟然有一辆车子突然开了出来，直接将一个持枪的小伙撞飞了。被绑在地上的老贾也趁此机会发起偷袭，还没反应过来的汤姆几人猝不及防的就被反杀了。原来是詹姆斯带着胖哥还有朱莉偷偷溜了回来，胖哥赫利还开出了他那辆小车。很快这个地方的局势就反转了，变成詹姆斯等人控制了本杰明的最后几名手下。而詹姆斯看到了曾经和自己有过节的汤姆，没有丝毫犹豫的开枪将他射杀。与此同时，杰克带领着大队伍也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一个有些破旧的无线电信号站。潘妮拿出卫星电话，按照他们的提前预定好的计划，现在查理和雷斯2人果然已经在海底的信号站将信号干扰装置给关闭了，卫星电话上也终于有了信号。潘妮立刻开始联系自己的海上商船。这时一旁被绑在树上的本杰明却焦急地对杰克说，如果电话真的打通了，并不会让大家的救，而是带来更大的危机。但杰克等人自然不会相信他说的话。然而就在潘妮准备拨通自己商船的电话时，突然一把飞刀插在了他背上，潘妮顿时吐血倒地。扔出飞刀的竟然是许久未见的光头洛克。洛克也是想阻止潘妮打电话，杰克第一时间想去捡起卫星电话，但洛克却拿枪指着他，一副随时都会开枪的样子。2人僵持了半分钟后，洛克无奈地摇了摇头，告诉杰克这件事情的后果让他自己负责，随后便一个人离开了。不过杰克依然选择拨通了卫星电话。过了几秒钟，里面果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并且还说已经确定了他们的具体方位了，很快就能过来。挂掉电话后，杰克也是满脸的惊喜。这一刻，在场的幸存者们都觉得他们终于要获救了。